原本叶晨对这个神秘组织的态度是尽量保持克制，只对其6架飞机的全球调度做精准狙击。但是在得知对方在塞浦路斯的驻地情况之后，叶晨忽然发现死士驻地的这种管理模式看似坚不可破，但其实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突破点。只要自己能够悄无声息地控制塞浦路斯的节度使，然后再为塞浦路斯所有的死士以及骁骑卫解除体内定期发作的毒素，就可以在兵不血刃甚至毫不惊动这个神秘组织的情况下，直接将整个死士驻地收入囊中。而且整件事情可行性非常之高。首先是制作解药对他来说并不算难，想要解除这些人体内的剧毒，只需要少量灵气即可实现，完全可以用少量回春丹搭配散血救心丹作为基药，简单配置一批速效药丸，就能够确保这些死士在服药之后便能立刻挣脱剧毒的枷锁。其次，想渗透到那个铁桶一般的铜矿也并不算难，因为这个铁桶有一个缺口，那就是穿梭于它和土耳其之间的货轮。如骁骑卫所说，他们为了确保自己不被外界看出任何端倪，所以一直在保证铜矿的稳定产出，并且还专门在土耳其搞了一座炼铜厂，以此来定点消化铜矿出产的矿石。铜矿有稳定的产出，有固定的销售渠道，无论是货物还是资金，流动的方向和路线都非常清晰明确。如此一来，在外界自然看不出任何异常。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确保铜矿的正常产出，组织并没有必要单独在土耳其建立一家炼铜厂。毕竟，铜矿出产的铜矿石本身并不包含任何线索，无论是卖给谁，理论上都没有影响。但这个组织之所以在土耳其配套了一个炼铜厂，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能够完全满足铜矿内部的物资需求。由于这个铜矿对外公开的人员规模不过只是几百人而已，但是其内部真实生活的人口数量却高达几千。如果他们几千人所需的生活物资都直接从塞浦路斯当地采购的话，如此巨大的数量差异必然会引发当地的怀疑，这就注定了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安全渠道来对铜矿内部进行悄无声息的物资补给。这时候，土耳其那家炼铜厂就发挥了巨大的功效。表面上是他们利用航运将铜矿出产的铜矿石运输到了土耳其，但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前来运输铜矿石的船只悄悄携带大量的生活物资前往塞浦路斯，先将所有的物资补给悄悄运输到铜矿内部之后，再假模假样的将铜矿出产铜矿石装船运回土耳其，恰恰利用了铜矿运输的航运渠道，同时悄无声息地为铜矿内部进行物资补给。看似炼铜厂进口了铜矿出产的矿石，为铜矿创造了收入，但其实炼铜厂的核心角色只是这个铜矿一个掩人耳目的配套设施。不得不说，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玩法确实非常巧妙。而对叶晨来说，只要他能够抓住机会摸到给塞浦路斯运送物资的货轮，就可以一路渗透进去，直至与那个节度使面对面。而一旦让他得到这样的机会，他就有足够的把握将那个节度使控制起来。不过叶晨也有2个方案，如果一切顺利，自然是兵不血刃地拿下整个驻地，但如果自己无法控制那个节度使也不要紧，自己可以悄无声息地把他干掉，然后将调包的解药发放给所有的死士与骁骑卫，剩下的自己就不用管了，让这些死士与骁骑卫自由发挥。届时上千人忽然逃出掌控，也绝对够这个组织喝一壶的。而且2个方案都是叶晨一人行动，所以他也有绝对的把握，不会留下任何线索，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不会让那个神秘组织顺藤摸瓜地找到自己。随后，叶晨便与万破军、李亚林一同制定了更加详细的行动计划。在计划制定完成之后，
叶晨便打算启程返回美国，利用这剩下的几天时间好好准备。不过启程前，他专门让万破军带自己见了那位专做通讯的老大哥郎红军一面。目前万隆店给郎红军准备了一栋独立的2层小楼，专门给他用于研究。郎红军虽然刚到叙利亚没几天，但整个人的状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精神、气色以及心情看起来都好了许多，整个人也似乎年轻了不少。见到叶晨，郎红军整个人格外惊喜，激动地说道：“叶先生，您怎么来叙利亚了？”叶晨微笑道：“我过来有点事，顺便过来看看老哥你，最近在这里还适应吗？”郎红军一脸满足地说道：“自从来了之后，整个人每天神清气爽，不过唯一遗憾的就是工作还需要等待设备到位，所以一时半会还没办法直接开展。”说着他又道：“我给万店主列了一个设备清单，他没打任何折扣，都安排采购了。我要的基本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民用通讯领域的相关设备。等这些设备陆续抵达叙利亚之后，我打算先搭建一套能覆盖整个基地的加密通讯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一套加密算法，等卫星上天之后，就可以把这套算法同步过去了。”叶晨好奇地问道：“老哥，咱们自己的卫星什么时候能上天？”郎红军解释道：“最近万店主手下的人正在通过注册在离岸地区的壳公司，向几家世界知名的通讯公司订购通讯卫星。不过现在的卫星都不是现成的，需要排产。等卫星下了生产线之后，我们会先运到叙利亚来，我到时候会对卫星进行一定的改造，然后再交给商业发射公司来发射。但是算法的研发和卫星的改造相关工作量都非常大，估计最快也要1-2年的时间才行了。”叶晨问他：“老哥，这么多工作你一个人肯定很难完成，不如多招些人手来帮你做事。如果能搭建一个卫星通讯的团队，效率肯定会有巨大的提升。”郎红军无奈地说道：“这个我也想过，可是不太容易实现啊。我联系了一些老同事、老下属，他们一听说要来叙利亚工作，都有些不太情愿，而且工作地点就在基地内部，我也担心外人进来会造成泄密的风险。”叶晨点了点头，说道：“咱们手里不缺钱，缺的是时间，所以依我看，不如这样，我们先在美国成立，或者干脆收购一家有足够基础的通讯公司，然后让这个团队在美国按照老哥你的要求做研发工作，由老哥你来整体统一协调。另外，我们可以把在美国的公司当成预备役，在这个团队运作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可信任的人才，可以逐步吸纳到叙利亚来。”说到这，叶晨微微一顿，又道：“另外，老哥你也不用担心这些人不愿意来叙利亚，只要能给出足够的钱，就一定能打动他们。”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